如果我们把人类自古以来的冒险清单展开，可以发现我们总有一个念头，登上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地方。月球我们上去了，火星也在筹备中。那么有人可能会奇思妙想，为何不去更大更远的木星看看？毕竟它是太阳系里的巨无霸，登陆上面一定很刺激吧。但等一下，木星可不是一个善茬。实际上，所谓登陆，木星几乎是天方夜谭。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冒险家强行冲进木星的怀抱，那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还是一次划时代的探险？今天我们就来一次大胆的脑洞畅想，一起看看如果强行登陆木星会发生什么离谱的事情。首先，我们得了解木星是个什么鬼地方。木星在古代中国被称为岁星，在西方它的名字 Jupiter 来自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可见这家伙的地位和能耐非同一般。木星是一颗气体巨星，意思就是它几乎完全由气体组成，没有像地球那样的固体地表让你踩下脚印。简单来说，你根本找不到一块陆地来降落。木星从外到内大部分是氢气和氦气，活脱脱一个未点燃的小太阳。当然，它距离真正变成恒星还差得远，估计至少还要再来80个木星的质量加在一起才能点火。事实上，木星自身还在向外散发热量，每秒释放的能量甚至比从太阳那儿接收到的还多。可见这颗巨行星肚子里还藏着当年形成时残留的炽热余火，只是远远达不到恒星点火的级别。它的体型夸张到离谱，直径是地球的11倍，可以吞下上千个地球，质量更是超过其他所有行星质量总和的2倍还多。它甚至重到让太阳都微微晃一下。木星和太阳的共同质心位置居然在太阳表面之外，也就是说太阳也在绕着那个点小幅转圈，可见木星分量之重。这意味着木星的引力非常凶残，大约是地球的 2.5 倍。如果你能站在木星的某个云层上，那你70公斤的体重会瞬间感觉像170公斤，整个人被重得怀疑人生。更别提木星还自转飞快，仅仅10小时就自转一圈，庞大的身躯因为离心力都被转得有点扁扁的。另外，木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圈光环，只是非常暗淡细微，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它身边还带着80多颗卫星陪伴，俨然一个小型的太阳系。其中最大的卫星甚至比水星还大，最疯狂的木卫一火山活动不断。这样一颗巨行星，从里到外每一处都在提醒我们，我不好惹。木星外表那些美丽的彩色条纹和大红斑，其实是一场场恐怖风暴的写照。木星的大气层被分成明暗相间的云带，里面的气流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狂奔。科学家测过，木星上的喷射气流风速常常超过每小时几百公里，难以想象的烈风在云层中席卷，一条条云带就像巨型行星上的风之河。而那颗著名的大红斑则是一场超级风暴的眼睛，一个直径相当于2个地球大小的永久漩涡，在木星上已经愤怒地咆哮了300多年，仍不肯消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足以吞下整颗地球的超级飓风，一直在木星上打转。如果你不幸朝着大红斑的方向下降，那基本就是自投风暴，进去估计连骨头渣都不会剩。即使避开大红斑，木星大气中无处不在的雷暴也够呛。这里的雷电强度据说比地球的最猛烈闪电还高出10倍。漆黑云层中闪电交织，仿佛不间断的宇宙烟花。在这样的天气里，风和日丽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只有无尽的狂风、闪电和漩涡，把木星的大气搞得天翻地覆。此外，朱诺号探测器还发现，木星2极各有一簇巨大的飓风呈环状排列，宛如旋转的风暴花瓣，美则美矣，却也是无人敢踏足的禁地。除了看得见的风暴，木星还有看不见的杀手锏，可怕的磁场和辐射。木星拥有太阳系中最强大的磁场之一，这强大的磁力不仅源自其内部汹涌的金属氢发电机，也有赖于卫星助攻。比如那桀骜不驯的木卫一不断喷发火山，把大量带电等离子体送入木星磁场，结果木星的磁场范围之广，甚至可以伸展到几百万公里外，把这颗行星变成一个巨大的天然粒子加速器。
木星周围的辐射带充满了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那环境就像开着最大功率的微波炉，在烤任何靠近的东西。如果一艘宇宙飞船没有充分的防护靠近木星，里面的电子设备会被强辐射干扰甚至烧毁，而可怜的宇航员也会被辐射剂量秒杀。短短几天内，就有如待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里一样。据估算，如果一名宇航员暴露在木星辐射带中，不用几分钟就会受到致命剂量的辐射。为抵御如此猛烈的太空辐射， NASA 甚至给朱诺号探测器的电子设备穿上了一副沉重的钛合金盔甲。而即便如此，朱诺号每次近距离掠过木星后，都得迅速撤离高辐射区域，以减少损伤。伽利略号木星轨道器在木星环境中运行几年后，也因辐射导致部分仪器故障，可见木星周围环境的可怖。不仅如此，木星磁场与这些粒子作用还会在木星两极制造壮观却致命的极光，每一束极光都是高能粒子雨的证据。总之，在还没碰到木星那浓厚的大气之前，你先得面对一片无形的辐射死亡区。木星用它无形的力量提醒你，靠近者后果自负。经过漫长的星际飞行，你逐渐靠近木星。这颗巨行星在舷窗外越来越大，瑰丽的彩色云带和巨大的红色风暴斑点清晰可见，美得让人移不开眼。但别忘了，美丽的外表下潜伏的是致命的陷阱。假设你挺过漫长的星际旅途，驾驶飞船抵达了木星附近，你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对准那厚厚的云层冲去。也许你会想，用火箭发动机刹车减速，岂不更安全？问题是，木星的引力太恐怖，要把飞船降到温和速度，需要的燃料和能量几乎无法携带。没有人带得了这么多推进剂在木星前慢慢停车，所以无论如何，你都得硬闯这一关。当飞船开始进入木星大气的刹那，一场噩梦般的旅程正式开始了。由于木星引力强大，你的飞船正以难以置信的高速坠入大气，就像从高空扑向混凝土地面一样凶险。骤然间，飞船与稀薄的上层大气猛烈摩擦起来，剧烈的空气摩擦让飞船表面瞬间燃烧，温度飙升到几千甚至上万摄氏度。整艘飞船被炽热的等离子火球包裹，防热罩疯狂的消融剥落，熊熊火光把周围的天空都照亮成一片橘红色。飞船内部剧烈震动，你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高速旋转的滚筒洗衣机，再加上超高的减速重力，你的脸都要被压扁在座椅上。此时的过载可能高达几十个 G， 人类在这种加速度下根本撑不了几秒钟就会失去意识。如果没有坚强的飞船自动系统，恐怕你在进入木星大气的一刻就已经见上帝了。幸运的是，你的飞船总算顶住了最初那疯狂的高温考验，减速到可以开降落伞的速度。经过刚才疯狂的震动和过载，你或许一度眼前发黑，甚至短暂失去知觉。此刻总算渐渐清醒过来，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挺过了地狱般的第一关。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降落伞在炽热的高空气流中张开，猛烈地拉扯着飞船，让下坠的速度稍稍放缓下来。你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擦一把额头不存在的冷汗，开始打量窗外的景象。此刻飞船正降落在木星的上层云层附近，窗外一片昏黄灰暗的景色。毕竟木星远在日地距离的5倍开外，此处阳光强度只有地球的几十分之一。如今再透过厚厚的大气，光线已经极其暗淡，天色仿佛永远停在黄昏，周围漂浮着淡黄色的云雾，那是木星高空中的安冰晶云层，就像一片诡异的毒气烟雾笼罩在你四周。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低得吓人，大约零下150摄氏度，仿佛置身南极的极夜。然而，相对平静的下降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你的飞船开始在气流中颠簸摇摆。木星大气的欢迎仪式可不是什么温柔的清风，而是乱流和剪刀风的组合拳。即便在这高空，风速也足以把热气球撕成碎片。你能感觉到飞船被上下左右猛地拍打，仿佛一叶小舟闯进了风暴海洋。你可能以为最艰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错，更疯狂的考验还在后头。随着飞船继续下落，你周围的大气变得越来越稠密，降落伞早已在乱流中千疮百孔，不是被我们主动丢弃，就是被狂风撕成碎片。此刻飞船基本处于自由下落状态，
只能靠推进器勉强控制姿态。外部压力正迅速攀升，当飞船深入到比地球海平面气压大好几倍的深度时，你的高度计恐怕已经下降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从窗外看，最初的淡黄色氨云逐渐被更暗的云层所取代，那里有可能是氨和硫化物混合形成的诡异的散发臭鸡蛋气味的云雾。再往深处，温度已经升高到足以让水汽凝结，你或许正闯入一片巨大的水云层。在这里，木星的大气不再干燥，而是孕育着惊天动地的雷雨系统，周围几乎已经黑得分不清上下左右。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舷窗外，把幽暗的云层照得惨白，你甚至能看到远处云中翻滚的滔天云山。紧跟着，巨大的雷鸣声传来，震得飞船外壳嗡嗡作响。你意识到自己正穿行在木星版的超级雷暴中，上百公里高的雷雨云塔此起彼伏，雨滴可能并不是纯净的水，而是夹杂着液氨的冰冷混合物，甚至还可能有冰雹在狂风中横扫。更离谱的是，有科学家猜想在木星深层还可能出现宝石雨，深层碳元素在高压下结成微小钻石，从天空坠落，然后在更深处又被融化。听起来浪漫又恐怖。你所在的风暴云中，说不定正下着一场钻石雨。不过别高兴，这可不是发财的机会，因为你的飞船此刻更要命的是对付疯狂增长的气压和温度。在这骇人的深层云海中，飞船的处境每况愈下，外部压强正逼近一个可怕的数字，几十个大气压，几百个大气压不断攀升。想象一下，此刻飞船外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几千米深的海底，仿佛头顶压着整座马里亚纳海沟的海水。飞船的合金外壳开始发出不祥的呻吟声，那是金属在高压下变形的悲鸣。舷窗玻璃上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每一声咔嚓都让你心跳停半拍。温度也在飞涨，机舱外的气温早已突破了零上100摄氏度，而且随着下落，温度还在持续上升。舱壁滚烫的仿佛随时要融化，电子设备也开始疯狂报警，系统因为高温和辐射变得不稳定，仪表盘上的读数乱作一团。你感觉耳边传来结构支架发出的阵阵变形声响，飞船内部的空气也在被逐渐升高的外压压缩得吱吱作响。终于，在某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伴随着一声撕裂般的巨响，飞船的外壳再也撑不住了。轰！一声闷响，舱壁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下一秒钟，滔天的高温高压气体瞬间灌入舱内，你甚至来不及尖叫，整个人连同飞船一起被瞬间碾得粉碎。巨大的压力差就像一记来自木星的重拳，把飞船内部撕扯成碎片，金属、线路和血肉之躯全都在刹那间被压成了薄薄的一团，又被炽热的气流席卷得无影无踪。你的登陆在此戛然而止，最终结局是整个人和飞船一起被炸成一团渣子，融入了木星汹涌的大气当中。至此，你应该彻底明白了，强行登陆木星是多么不自量力的行为。归纳起来，木星会致命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进入木星时无法避免以极高速度与大气摩擦，动辄上万度的高温足以将飞船烧成火球。其次，木星深处难以想象的高压高温会把任何材料碾成碎片，烤成焦炭。再者，木星内部没有坚实陆地，你只会越陷越深，根本不存在站在木星上的那一刻。最后，木星的强磁场和辐射环境在外围就能置人于死地，还没下去就可能先被辐射撂倒。综上，人类目前根本无法征服这头太阳系巨兽，只能敬而远之。简单来说，无论是钢铁、钛合金，还是号称最坚硬的金刚石，在木星深处都撑不了片刻。即便把深海核潜艇扔进去，也会像易拉罐一样顷刻被压扁。那么，我们的冒险还有没有后续？很显然，以目前乃至可预见的科技水平，任何尝试登陆木星的行动都只会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就像刚才我们惨烈的想象结局那样。然而，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们不妨开一下上帝模式，幻想人类拥有了近乎无敌的科幻级飞船，能够不惧高温高压，继续向木星更深处进发。
假设这样逆天的飞船真的存在，我们又将会看到怎样光怪陆离的木星内部景象呢？现在，让我们重启剧本，继续向木星的腹地深入探查。继续向下，周围的景象愈发诡异。随着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原本以气态存在的氢被硬生生压榨成了液体。没错，在木星内部，氢就像汞一样流动起来，形成一片望不到边的液态氢海洋。我们的无敌飞船如今仿佛变成了一艘深海潜艇，正在一片没有阳光、无比幽暗的汪洋中下沉。你往窗外照射探照灯，只看到银灰色的液体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冷光，那就是液态的氢。这里早已没有一丝自然光线，头顶上几十上百公里厚的云层将太阳光完全阻绝，黑暗如永夜笼罩，只有你飞船灯光所及之处才能窥见这诡秘的氢之海。液态氢十分轻盈，但此刻被难以想象的高压紧紧压缩，变得比水还密实。你的飞船在这汪洋中缓缓下潜，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液氢像浓稠的液体般拍打着舱壁。偶尔，远处传来沉闷的流体涌动声，那可能是巨大洋流在黑暗中涌过，就像深海里的暗流。科学家推测，在这片浓密的液氢深海中，还可能出现氦雨现象，氦气从混合气体中分离出来，凝成液滴不断下沉，把氦元素往木星内部运送积蓄，就像天上下起氦液的小雨。如果此时飞船外壳上还有温度计和压力计，它们的读数恐怕已经突破了天际。压强成千上万个大气压起步，温度也达到了上千摄氏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钢铁、钻石都要被烤得软化，但是我们的想象飞船依旧顽强地下潜，朝着木星的更深处前进。再往下潜，液态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当压力和温度进一步升高时，这片液态氢海洋开始变得怪异，它逐渐呈现出金属的特性。没错，你将见证一种奇特的物质形态——金属氢。氢在极端压强下会像金属那样导电和反射光线，这意味着周围的液体氢可能开始泛出金属般的光泽。你的探照灯扫过舱外，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本该透明的液体变得银闪闪，好似液态的汞银在翻腾。此时，飞船四周仿佛置身一场诡异的水银梦境，液态氢变成了导电的金属流体，不停涌动。正是这层厚厚的金属氢海洋，在木星内部滚滚流动，产生了木星可怕的磁场，将无数带电粒子甩向太空。穿过这一层充满电流的汹涌海洋，你的飞船终于接近了木星的最终极深处，传说中的岩石金属核心。科学家推测，木星最内核可能存在一团质量数倍于地球的重元素核心，由岩石、金属等物质构成。这颗核心就像木星腹中的一颗熔炉般的种子，可能有接近地球大小，却被外面数万公里厚的氢层包裹着。随着最后一段下潜的完成，你的飞船砰的一声触碰到了一个坚实的表面。恭喜，你终于找到了木星真正意义上的地面。不过此时你也许会突然意识到一个更大的难题，你要怎么离开？别忘了，头顶是数万公里厚的压缩氢海洋和大气层，木星引力又如此之强，要逃出这里返回太空所需的能量几乎无法想象。我们的无敌飞船也许能下来，但未必能再飞上去。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是有去无回的。这个木星深处的地表可不是什么友善的所在。飞船落稳后，你透过舷窗看到脚下是一片奇异的地景，岩石和金属物质构成的大地在昏暗中泛着微红的光芒，仿佛烧得通红的铁块，表面冷却后留下的余烬。这里的温度几乎高得无法想象，科学估计木星核心温度可能高达2万摄氏度以上，比太阳表面还炙热好几倍。在如此恐怖的高温下，地面的一切都处于半熔融状态，岩石像软泥一样塌陷流淌，金属也变得炽热发亮。周围的压强更是夸张，约有数千万个大气压，相当于1000头大象穿着高跟鞋同时踩在你的指尖上。那种痛感，在木星核心，你仿佛置身一个巨型高压锅和高炉的结合体，四面八方都是挤压你的力量和灼烧你的热浪。然而讽刺的是，在这样一个引力霸主的心脏地带，你反而感受不到多少重量。
由于周围厚厚层层的物质向各个方向拉扯，在木星的正中心位置，引力几乎趋近于零。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在核心表面站出来，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几乎是失重的。不过别误会，这可不是因为这里有多轻松，而是因为你的上下左右全是致命的高温高压物质，正同时对你施加引力，彼此牵制，互相抵消了而已。当然，就算真让你抵达了这里，你也别指望还能离开。木星那深不见底的引力井几乎无解，在如此恐怖的天体深处，想再次起飞逃逸，比登天还难。这趟木星之旅从一开始就是有去无回的。听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在现实中强行登陆木星基本等同于自杀。事实上，人类对木星的探索从未敢奢望登陆。历史上我们造访过木星的探测器，要么只是匆匆飞掠，要么绕着木星小心翼翼打转。唯一真正闯进木星大气层的是伽利略号探测器的一枚小型进入舱。1995年，这枚探测舱以近乎自杀式的方式冲入了木星大气，硬撑了58分钟就被无情地压垮，炙烤和撕碎，最终信号中断，葬身于滚滚云海之中。更具体地说，这枚探测舱以近每小时17万公里的高速冲入木星大气，在最初1分钟内经受了高达228倍重力的减速度冲击，防热罩表面温度飙升至约16000摄氏度。随后，它打开降落伞，在下降过程中测得周围风速高达每小时720公里，气温从零下150摄氏度一路上升到超过150摄氏度。大约在外部压力达到23个标准大气压，深入云层约150公里时，这枚勇敢的小探测器终于不堪重负，信号戛然而止。整个下落过程中，它顽强地向环绕木星的轨道飞行器发送了58分钟的宝贵数据，让人类首次直接领略了木星大气内部的恐怖。由此可见，哪怕没有宇航员，纯机械的探测器也逃不过木星的魔掌。后来，伽利略号轨道飞行器在2003年任务结束时，同样被指令坠入木星自我销毁，也在大气中化为灰烬。科学家目前能想到的最大胆探测方案，也不过是在木星高空投下一只漂浮气球探测器，让它嵌在木星的云层里随风飘荡，收集一些大气数据。但就算是这种气球，也只敢在相对温和的高空飘一阵，绝不敢深入到狂暴的低层，否则迟早落得和伽利略探测舱一样的下场。因此，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环绕探测和遥测的手段来研究木星。比如现在运行中的朱诺号探测器，就正通过精密测量木星的引力场、磁场和极区微波辐射等数据，来间接描绘木星内部的秘密。这大概是目前最安全也唯一可行的探索方式了。未来的人类探测计划也多半聚焦在木星的卫星上，例如设法钻入木卫二冰下海洋寻找生命迹象，而不太会去碰木星本身，因为大家都清楚那是找死。可见在当今人类科技下，木星就像一个严防死守的巨人，只允许我们在外层旁观，却不欢迎我们深入腹地半步。顺带一提，木星在太阳系中还扮演着守护神与双刃剑的双重角色，它强大的引力场经常捕获或改变飞向内太阳系的彗星和小行星轨道，帮地球挡下不少潜在的灭绝级撞击灾难。但有时木星也会把一些原本与地球无缘的流浪天体弹射进我们的附近空间，平添撞击风险。可以说，木星的力量既保护了我们，也间接威胁着我们，真是又爱又怕。总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都不可能真正踏上木星这片土地。严格说来，木星连土地都没有，想在木星上插上一面旗帜留个影，再来一句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恐怕下一秒就只能拍到自己灰飞烟灭的末日录像。木星就像一个壮丽而致命的天体陷阱，诱惑着我们的好奇心，但任何胆敢深入者都将付出惨痛代价。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人类掌握了逆天的技术，可以打造出在木星深处生存的装置，那时我们才能真正目睹木星内部的奥秘。但至少现在，我们还是乖乖地隔着几亿公里，老老实实用探测器遥望这位太阳系巨人吧。听完这些，想必没人还敢真的跑去木星送命了，毕竟小命要紧，不是吗？